就要炼成了，你们拦不了我。唐昭，你的不离锁对花有用吗？法术记下，你是花是人，我皆能将你召回。你要干嘛？我有办法了。林丹，快走啊！一步。林丹，谁让你自作主张了？就该把你关在玉虎路里。只要能为将臣报仇，这点花瓣不算什么。丹药以血淬炼，聚阴生煞，服至五脏俱焚。你将不知血河、乌鸦异象、杀人炼丹的种种罪行嫁祸在将臣身上，你还口口声声地说爱他，你懂什么是爱吗？是他先负的我。他为了你的王位，不惜暴露自己的妖身，顶罪自强，甚至损耗自己的妖力，为你拦住了杀人炼丹的煞气。他做了这一切，怎么可能负你呢？他既然说爱我，却不肯助我长生，让我与他长长久久的在一起，那便是不够爱了。若不是他有心隐瞒，我又何苦练此功法？又何苦推他出来顶罪？明明是你执念太深，他并没有瞒你。这世上本无什么长生不老之法，你能活到现在，也不是因为杀人炼丹，而是因为将臣帮你寻了一样宝物，才可以让你延续性命。而你却不知天高地厚，不懂感恩，只知贪婪。此法物于你于他，是祸非福。昔日之言，今日终于应验。你什么意思？将臣为了你，向我多借了20年的光阴。这20年，他只求你快乐。而现如今，心愿已破，戒主已丧，是时候该收回我的东西了。这便是你的义眼吗？此物并非普通妖猿，他究竟是何人？你双手已沾满鲜血，天意不容。将臣，
江辰一定有办法。神丹，箱子里肯定有神丹，箱子里肯定有神丹，你们一定有办法打开它。锁心藤乃是花精族妖法，由执念所化，唯有化解心结才能打开。将臣既是因你生愿，能打开此匣的，便只有你。原来将臣想要的是心上人的一滴泪。江辰，裴洛，满目山河空念远，不如怜取眼前人。唯愿君心似我心，不慕江山只慕人。江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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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花里还有将臣的最后一口真气，快让裴洛再看他一眼。江辰，江辰，我来晚了，我错了，我不求长生了。江辰，将臣，你的心愿已了，你安息吧。放心，我会记住我们的约定，我会替你好好看这个世界，历尽人世间的五毒六妄、七情八苦，写出刻骨铭心的戏本，感动三界四海。颜淡，你是否觉得我此般娶回一眼，过于残忍？若是裴洛相信将臣，不该到这一步。相爱之人本应坦诚相待，不留嫌隙。倘若有一天，你发现我骗了你些什么，你会怎么做？山主大人也有对不起我的时候吗？那自然是要让你做牛做马，好好补偿一下了。方才我探了一下裴洛，
以他的修为，不可能施展困住严丹的法阵。以他看四叶邯郸的神色，却像毫不知情。如此看来，伤严丹之人，与此案并无关联。安东王一事，王都必定会大乱，我们得先离开这里。等一下，现如今我已经拿回一眼，我可以催用我的灵力，来化回严丹的人身。之前不都已经说过了吗？现在把它画出来的话，太过于冒险。况且我们来的时候是2个人，现在多出了1个，你觉得别人不会怀疑吗？一切等出去了之后再说。等等，方才在密室中，我察觉有一事奇怪，明明风力已停，我的花瓣却仍然飘去了丹罗炉顶。此路不凡，或许是其中藏有什么厉害的法器。神气里沉，出现时会有万物席卷，烽烟立止之异象。说不定丹炉中藏的就是李晨，我们速速回去一探。侧妃，你们2个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行此恶举！说，为何要害人？天师饶命！我们在侧妃宫中偷到幼物，被他撞破，这才一时动了歪念。圣德谢过公子。公子救圣德性命，圣德无以为报。我愿将我师门法宝李晨赠与公子，以报救命之恩。侧妃，我也正在寻找此物，那就有劳侧妃了。安都王不仅强行纳我为妃，还因发现了我贺心门的至宝李晨，欲占为己有，屠我满门。此法器灵力不凡，依法施出，清风席卷，气无力止，万尘可散。这宝物从未有过认主之相。我为修炼之人，知晓所有法器皆有灵性。既然宝物认主，那必定是与公子有缘，公子便请收下吧。多亏有我，才未错失神器。等出宫了，你可得准备8针玉石、传奇画本，好好感谢下我。听说唐师弟清正洒脱，不染物欲，如此看来也是假的吧？看来于师兄也并不了解我。我这个人吧，既贪婪又小气，别说是宝物了，哪怕是一朵花，我都会占为己有，更不可能会让给旁人。哼。
此物需通晓玉器法诀，方能使出神力，不然便一如普通浮尘。安都王昔日略得匆忙，法诀应该还在我师门之中。不知诸位可否愿意多费些脚程？看来侧妃的意思是，只有我们送你回师门，才肯将玉器的法诀交予我们。安都王已死，也没有人再限制我的自由。我想重回师门，为师父守灵，只是师门路遥，去途艰险，我孤身一人，不免畏惧。此物与我有救命之用，多谢侧妃相赠，我定会护送侧妃回师门。盛德去忙了，有些事情我要通知你。王公案一结，我要带严旦回家去。他秉性未清，还需继续教化。他是我野兰山的妖，该如何行动，需要你的指点吗？不离所为正，他现在是我的妖。你现在就把这法术解了，不然我就杀了你。阁下的意思是，让我连你一起抓了？那就试试吧。哎，又开始了，这两个人我一个都不敢得罪，真是大王打架，小妖遭殃啊！你要带他走，可曾问过他的心思？好啊，现在我便让你亲耳听听，他是什么心意。不许动，出来说话。我终于变出来了！我真是在外折腾那么久，我看看我没事吧？我这破竹子怎么还在？啊？在就在吧，在就在。放心吧，莲青依旧是倾力出尘。我得试试我的妖力还在不在。妖力？你是何人？为何在此？我是……他是我所抓的小妖，之前呢一直藏于我的袖中。听取了王公诸事，一人知晓你的身份。不过他秉性善良，绝不伤人，不必担心。既有唐公子担保，盛德便没有什么顾虑了。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严旦。之前多亏了你给我们线索，这才让我们把安都王的嘴脸给揭穿了。客气了，我还得多谢你们救我于水火呢。不客气，不客气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严旦，唐州已经答应盛德送他回师门了，而且盛德这一路端茶送水，体贴照顾，相处甚好。我们两个就不必再次打扰了，就此别过吧。盛德是客人，不必劳烦他。我向来有严旦伺候，所以他必须留下。唐州，你忘了你身上的使命吗？你可谓是肩负重任，而且人妖殊途，就算再舍不得，终究也是要别离的。我相信，你懂我在说什么。是去是留，不是你说了算，终究还是要过问他自己的意思。哎，这样吧，那我说两句吧。其实我呢，这些日子经历神府、凌霄派之行，还有王宫之事，我也明白了，与好友死别之痛，为好友报仇之快。可就算经历了这些，我对世间的人心、世事还有很多的疑惑，所以我想还是周游四方，早日完成与将臣的约定，写出一部名扬四海的细折子。这么说，你不想回野兰山了？我当然想回，那是我的家，可是不是现在。咱们下山不是也为了日行一善吗？再说了，唐州已经答应盛德送他回师门了，两个人也不方便，不如我们一同游历，
好好体会下人生，还能互相照顾，你觉得呢？刚才不是你自己说的吗？会尊重他的心意。颜淡，答应你便是。谢啦。没想到，竟然让害你的人逃了，我真是心有不甘啊。没关系的，恶人自有恶人磨，没准绕了一圈还会落在我们手上。哼，又开始吹牛了。云墨，我之前看过一本书，这书上写着，若是我们妖死了以后，我们的元神会脱离三界，飞到一个叫叶忘川的地方。他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地忘记呢？若是有来世，他一定还希望跟裴洛幸幸福福地在一起啊。颜淡，没事。于墨，别伤心啊！爱人虽是，可是你还有爷兰山，还有我，你还有一大家子的人关心你呢。你要振作起来。他竟误以为我喜欢将臣。我若是明说，解释将臣得到一眼的原因，只怕他会刨根问底，知晓我隐瞒他失忆一事。颜淡，过往的很多事情，我也不愿再提。但是我与将臣之间，没有任何别的事情。此事，你也不必再挂心。好，好，好，不提不提，我再也不提了。圣德说，他学过卜算之法，可以看到人的过往当下。要不要让他帮你看看？也许你的良缘正在来的路上呢。凡人修炼，怎可能通过往当下？他究竟是何人？唐公子刚刚走了许久，额上都是汗，我帮你擦擦吧。啊，不必了。师门有戒，不得与女子亲近。裴洛半生受极恶所缠，痊愈之后，却依然没有满足，不惜杀人炼丹，还害死了自己爱的人。这就是人世间五毒之贪了吧？而将臣痴心相附，舍身护佑，最终却换来了一个离心的结局。可见，人事都转，七情历练。人最终还是要更爱自己的。我要把这些全都记下来，为以后排演。这样，无心者观情，有心者自省，这样世间就可以少几桩悲事。颜淡，哎，圣德，我做了一些小菜，你尝尝看。哇，这些美食好漂亮啊！我从未见过。圣德，你真是心灵手巧。你尝尝看，这些菜都是天界做法，你前世今往自然没见过，只是一些家常小菜罢了。你要是喜欢，以后我每日都做与你吃。这味道，我怎么感觉在梦中好像尝过似的？你喜欢就好，多吃一点。颜淡，我初来乍到，与谁都不亲熟，心中实在是寂寞。唐公子救我于危难，我却不知他有甚喜好，难以还报。
实在是很焦心，我只能来请教你。哼，真的，他这个人吧，喜欢整人、犯规、欺负弱妖。别看他表面温文尔雅，内心非常的黑暗。上一次他就开始这些似乎都是一些寻常小事，你可知他有什么特别的喜好？特别的喜好？今日之后，我要带他离开这儿。我说过，我要连你一起抓。这么说就是要开战了。好啊，为了以示公平，我绝不用妖力。阁下既然这般小瞧于我，那我也不用灵力，一剑分高下。哼，据我多日观察，果然没错。唐周此人性情执拗，爱好打架斗殴，什么事情都要分一个你对我错。你看，这不就开始了？唐公子比武习剑，乃上进之举，我倒觉得颇有魅力。这难道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？果然爱情让人麻木。阁下确实剑法超绝，当为人中英杰。可是为何偏偏不懂得自重，招惹自己不该惹的？难不成想自毁前程？阁下智勇双全，确为妖中王者。但我凌霄派向来以除恶为己任，你，我抓定了。妖中自有好坏，我们严兰山更懂得如何区分惩恶扬善。可是万派之宗，却不分青红皂白，抓捕屠杀，如何服众？驱邪扶正，乃我派宗旨。然，天下生灵皆有善恶之分，我自当恪守教诲，健身明志。还来？等一下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严旦，你想干嘛？你想干嘛？你，万妖之王，野兰山山主。你呢？堂堂未来凌霄派的掌门人。这说出去都是有头有脸、威震一方的人物，而如今却在这里酣战、争强斗勇，这传出去我都嫌丢人，好吗？他竟然是凌霄派未来的掌门，此派掌门向来灭情绝爱，那他……不过我已经想到了一个万全之策，既然你们两个难舍难分，不如以后我们便一同行动，如何？唐周他身上有顽疾，需要集齐4大神器才能救他的命，不如我们本着仁义之心帮他一把。当然了，你呢？作为回报，你日后若成为掌门人，不可以随意进犯我们野兰山，如何？来嘛，不要那么严肃。江湖嘛，多个朋友多条路，少个朋友天堵墙。再说了，此番我们人妖合作，必成佳话，也可以缓解捉妖师和妖之间的矛盾，这伤亡也会减少。为了顾全大局，你们表个态嘛！好，绝不祸害凡间。必定善恶昭彰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我们日行一善小队正式成立了。哎，现在大家都是伙伴了，你天天拿那个布里索拴着我也不是个事儿啊。你不如帮我给他卸了，也算是博一个合作的彩头嘛。来嘛，
化干戈为玉帛，以证你的诚信。法术已除，这个镯子就留给你做纪念吧。我自由了，我自由了！我自由了！莲青，你来啦！白日在我的房间，你用了很多笔墨，写了那些美好的词语，是为了什么呀？你看，这些是我给你做的天灯。近来我看你心绪郁结，要是我对你不管不问的话，未免也太不仗义了吧？我听闻，凡人如果有烦恼的话，他们会把烦恼写在天灯上，然后放出去，这样烦恼就一并消失了。要不要试一试？来，你写一面，我写一面。写完了吗？那我点灯啦。好。哎，等一下。啊？我想看看你写的是什么。哎，不行！小气，还不让看了。想看我写什么之前，我得先看看你的。哎。啊？你随便看，我什么都没写，因为我刚刚想了想，我好像也没有什么烦恼。无论是在这儿还是在夜阑珊，我都觉得我过得挺快活自在的。纵然生活中有什么困难，那我觉得也是生活的一部分。我不想忘记所有的感觉，我想记住每时每刻。既然我已经说了，那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你写的是什么了吧？好，我写的是，今日你给我送的食盒太难吃了，我一点都不敢动。而且希望你的厨艺能够增长。就这？真没良心，那是我特意给你做的，好吧？前尘往事，不知是否应当坦诚告知。也许只有我瞒着你，你才会一直这般快乐。咱们一起把它放飞吧。好。我再去拿别的。你说这些天灯在天上飞着，会经历怎样的旅途，看到怎样的风景，还真是羡慕。想去看看吗？既然公子不通艺术，那圣德便为你弹奏一曲，以勤解闷。圣。停步！前方是客栈，再向前定会被凡人察觉。有我在，不会有危险的。若是没玩够的话，我再带你去前面看看。不用了，刚刚天灯已经看得够多的了。本来今日想帮你排解心结，没想到又让你带我看了场天灯。无妨，做主公的自然要对莲青宠爱有加。你
心点儿。谢了。你这个是不是作弊了？哎，我严某人可是赌技超一流，夜来山头号圣手，愿赌服输好不好？你跟盛德就在这儿生活，我跟云墨去找吃的，吃完赶紧赶路。云墨公子好生自在，可是四海即将因你而起浩劫吗？来者不善。来者何人？应元帝君竟然没死，天界称他云神仙士，难道是另有隐情？仙神罹难，不得无礼。仙神？谁呀？他呀？他是仙神？哇，盛德，你果然没有撒谎，你真的是大罗神仙啊你！行啊你！之前都有得罪啊，多多包涵，多多包涵。唐州竟是下凡历难的仙神，他到底是何人？尊驾，我乃南海龙王昭衍，老夫绝无违抗天条、阻碍利难之意，实在是事涉四海与家事，还请尊驾切莫插手。尊驾不必客气，我如今为凡人，从前往事一概不知。云墨是我的友人，要我袖手旁观，绝无可能。定是敖轩让你来取我的性命，如果真有本事，来取就是，为何还要给我冠上一个危害四海的罪名？哼，我要你人头何用？老夫要的是四海安平，更要我女儿一世幸福。你是为昭兰而来？昭兰大运婚时，下凡之后，借兵将婚期一拖再拖，如今愿意出嫁后，更是郁郁寡欢。我才知道，他竟想牺牲自己终身幸福来换取你的安宁。你可知，逆鳞不仅是翼尾龙的通灵至宝，更是通婚时用以交换世中的信物。你既接受了逆鳞，就该对他负责。你也行啊，雨墨！没想到在凡界，我们失散了仅仅月余，你就获得了龙族公主的芳心啊！夜来山子嗣绵延的重任提前完成了。闭嘴！这不是为你高兴吗？龙王殿下，此物的意义我全然不知，如果知晓，我绝不会收的。一派胡言！若非你蓄意哄骗撩拨于他，为何你摇响了他的幻心铃，接受了逆鳞，却从未见你来南海提亲？如今婚期将至，昭兰心在你处，逆鳞物在你手，南海被指背弃盟约，你却邪美，到处游玩，悠哉乐哉，为父为君，今日必定要为此讨个公道。哎，龙王息怒，误会了，误会了。我们山主品行正直，绝对不是那种朝三暮四、骗取少女芳心的不义之徒。话说，这很巧嘛，我们夜来山其实正在杀鸡宰羊，搜索各地奇珍异宝，准备向昭兰姑娘下聘呢。闭嘴！这不缓和下气氛吗？事到如今，我必须到南海见昭兰一面。太好了，那我现在回夜来山跟您准备接亲一仗。你闭嘴吧！我从来没有说过我要娶她。也是，堂堂的南海公主，让人悔婚作妾，于理不合吧？不是那个意思，我跟昭兰绝无可能的。
况且我早就有心仪之人，我跟昭兰也从来没有任何越矩的行为。果然还是忘不了将臣。他将紫逆鳞赠送给我，就是为了救我性命。现在我才知道此物的意义。在这个时候，我必须要把逆鳞还给他，并且告诉他我真正的心意，不可能让他因为我的安危而错嫁不爱之人。颜淡，你陪我一同去吧。我啊，不行，除非我也一起。不可。是这样的，我从前在师门的时候，曾听闻过神仙罹难一事。这神仙罹难，若是罹难未尽而肉身殒命，只怕再也无法归位回天。唐公子如今只是肉体凡胎，水族又恰逢异主，势力不稳，若贸然卷入其中，怕是风险太大。不要紧，昔日我遇难之时，相救的小仙曾和我说过，我仙衣破损，若无四大神器修护的话，早晚仙里会外泄而死，所以我早已无所畏惧。我不跟着去，让捉到手的小妖跑了，倒是得不偿失了。那行，要不这样吧，咱们4个一起去呗，先解决了于梦的桃花劫，再送圣德回师门，这样行了吧？赞成。赞成。正好我在师门的时候，会一些修习补元之术，能助唐公子稳定些许仙力。帝君下凡罹难，若无仙衣保护，神气愈深，必会神形俱灭而亡。除非他再服下半颗邯郸之心。尊家，为了不干涉尊家的罹难，只能委屈您在龙宫中蒙面，还请上神见谅。老夫的家事，竟然还要劳动尊家，实在是让老夫惭愧不已啊！请。这唐周到底是什么身份啊？连一海之主的南海龙王都对他这么毕恭毕敬的，难不成他是戏折子里说的大罗金仙？圣德，你可知道他到底是什么身份吗？颜淡妹妹未免也太会说笑了。遇晋升仙阶或犯了错的仙家，才需下凡罹难。一般位列上神之尊者，无需遵循。天界谪仙众多，身份尊贵者云云，我们不必费心猜测。哦，圣德姑娘，懂得还真多嘛。颜淡，我听你这话的意思，我这个靠山啊，你算是靠够了，要不然换个新靠山靠靠。哎呀，此番游历，我总算懂得了一个道理：求人不如求己。再说了，我就算要找靠山，当然是主公这种亲切的靠山啦。聪明。走吧。殿前亲卫乃本王亲选，没有虎符，不得变动。你们是谁？
玄，你放开我！昭衍殿下莫怪，我东海仪仗队久待数日不得入门，本王只得亲自来接我的宝妃。父王，他早在宫中安插了自己的人，你一走，他便带兵攻入殿中，大开杀戒。皓玄，你住手！皓玄，你虽继位东海龙王，我也是南海之主。今日你带兵攻入我南海，杀我亲卫，掠夺我女，我是天条，无视天规。昭衍，你暗中私会于墨，还让这贼子于墨率其亲信闯入南海，欲抢我王妃。我出兵相助，接管南海，是理所当然。帝尊又奈我何？哼，皓玄，你不要狂妄自大。幸亏我及时发现昭兰的心意，没有酿成大祸。即便她没有心上人，我也绝不会让她嫁给你这般残暴狠毒之人。你和昭兰联手哄骗于我，如今又将我的迎亲队拒之门外，如此奇耻大辱，我焉能忍气吞声？你纵使身居尊位，南海龙王毕竟是你的长辈，你这般贸然杀入南海，伤人掠夺，和盗匪有什么区别？我继位龙王，乃是四海之主，凡界之中以我为尊。你区区一个凡人，也敢在我面前说三道四？哎，龙王，这位龙王您别生气啊，误会了。我们这次来呢，就是为了您，还有昭兰公主的婚事前来的。我们不是来抢亲的，是来和解的。这样，您先把昭衍殿下放下，有什么话咱们好好说，行吗？又是你，无知小人！你要杀的人是我，与众人无关。玉墨哥哥，可以，只要你于墨自废灵体，然后跪下来向我求饶，我就放了他。不要！这是你们两海之间的家事，我本不愿意插手，可是昭兰有恩于我，你却不分青红皂白，屠戮南海亲卫，又伤害昭兰亲父，你莫要逼我出手。哼，在我眼中，你们已是必死之人，还说甚慷慨之词？我生性不欲招惹风波，可现如今，是你逼我出手。给我上！小心！你保护好自己，我去救昭衍殿下。好，唐公子小心！我来。何时拿回了龙丹？水火之王，四海之主，他是九旗。九旗竟然还有血脉存于世间，他竟是九旗之后。赵兰，不，昭衍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
3日之后，我与昭兰于东海大婚。昭兰，女儿。龙王跟谋士已经商议了2个时辰了，有什么结果了吗？这个龙王不会真听了敖轩所言，砍了我们的头去当贺礼吧？还有你啊，于墨，你是9期这事儿怎么没早告诉我呢？我只是不知该如何开口，并非刻意隐瞒。哎，我不是计较这个，我生气的是，早知道你不是黑鱼，我天天炖鱼汤喝了。如果这次我真死了的话，那我辛辛苦苦白活了一场，我连鱼腥味都没有闻到，这是我心头一汗啊！若昭衍殿下真要砍于墨脑袋的话，你觉得我们还有机会坐在这儿吗？敖轩为了逼婚大开杀戒，将南海之首视同微末草芥一般，可见其品性暴戾。若真奉此人为尊的话，这四海日后恐怕就只有敖轩一人为王了。可昭兰公主还在敖轩手上，我们在此是祸非福，实难揣测昭衍殿下如何计量。敖轩虽继位龙尊，但他的功力尚浅，只是那金钩法器对于墨颇有针对。杀他不难，但有昭兰之命为之。如果杀了他，这四海必定会大乱。唐公子说的极是，如今9期之力一显，四海震动，西海、北海必定人心惶惶，这桩家事恐会化为兵变。唐公子，你身份尊贵，应以避难之事为先，实不宜卷入其中啊。圣德姑娘，你说自己是偏门小派的术士，可现如今，你却上识天条秘辛，下察四海变动，还致电起我们来。姑娘的法力和门派，我可真是好奇啊。于公子，龙王殿下急召。于公子不必心急，眼下之事解决完，诸位送我回到师门后，届时一切疑惑自会水落石出。我等着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圣德姑娘也是担心唐州嘛，一番好意了。龙王殿下还等着我们呢，咱们赶紧过去吧。走。殿下有命，此事从密，请于墨公子一人入室相依。放心吧。若要得邯郸之心，必得先除去此人。以我的功力杀不了他，须得找个帮手。殿下的意思是要我将敖轩取而代之？敖轩虽为四海龙王之首，但自从其代父执政以来，刚愎自用，横征暴敛。继位之后，更是变本加厉。今日之辱，如若让步，来日之南海，未来之公主殿下，只会是滔天之祸呀！让我救回昭兰，自然是义不容辞。可要我以9级的身份带兵起义，此事绝不可能。东海虽兵力强盛，但白龙族的能力气魄却始终难以服众。如今9旗重现，只需振臂一呼，其余3海必能团结一气，推翻敖轩的暴政。是9旗是水族子民心中的英雄。没错，唯有9旗可以使其余的龙族诚心信服。正是。你们可曾想过，如此厚颜无耻，会遭天下人耻笑吗？
殿下，殿下不必如此。我不爱权势，亦不信权势。此生最大的心愿，便是护一方净土，受心爱之人余生。除此之外，别无他想。殿下若长跪不起，我的初衷也绝不会变。殿下，此跪不为恳求，只因愧悔。因果报应，终有这么一遭。雨墨，如我告诉你，昔日九旗灭族是他人陷害所致，你本该就是四海之主，他们本该就是你的子民。这方净土，你要不要护？昔日龙族支援军，正是上任东海龙王率领。他不仅未加支援，反而趁九旗战敌力竭之时追杀驱赶，令九旗误入修罗族陷阱，全军覆没。之后，他上走天界，顺理成章成为水族之首。罪证应该在东海龙宫。只要我们推翻敖玄，取得证据，九旗灭族真相便可水落石出。你已是名正言顺的四海之主。于墨，你回来了，怎么聊这么久啊？我看你脖子没事儿，难不成龙王想让你当上门女婿？哎，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有莲青在我身侧，实乃一生之幸。方才昭衍殿下邀我同他一起联合西海和北海，推翻敖宣暴政，救回昭兰。我即刻便要前往西海。我同你一起去。不可，西海和北海的意思尚未知晓，而且你们三人皆非水族，还是留在此地比较稳妥。这也是昭衍殿下的意思。莲青对我的忠心，我记下了。放心，我定会安然归来的。唐周，颜旦就托付给你了。是我抓的妖，本该由我负责。哎，不必了，不必了。你别再给我照顾进玉葫芦里，我自己能照顾自己。放心吧，我会尽快归来。嗯。你说于墨去一趟西海，会不会又拐回一个西海公主啊？怎么，你吃醋了？啊？说的什么话？我们全延兰山上下都希望我们山主早日走出情伤，娶一个山主夫人呢。我当然要事事留心了。若是真有点苗头，我得赶紧回去通知百灵，让他准备聘礼。这味点心名为月见糕，所用食材皆为南海奇珍，最宜进补，巩固本源。唐公子若是能每日吃上几个，灵力必定会稳定许多，也能少受些外泄亏空之苦。凡人的寿命不过100年，你以10年修炼之力注入糕点当中，只为了缓解唐州猎魂的痛苦，你把唐州的救命之恩看得也太重了吧？并非只因救命之恩。颜旦，我心悦于他，他是我眼里唯一的光。他说的每个字，我都信奉如真理。你为何这副样子？难道你也心悦于他？怎么可能？
我连七情六欲到底是什么，都还不太清楚呢。可是你们两个不是才刚刚认识的吗？我不是说过，我能看见人的过往当下吗？以前我们在天界为仙时，我与他厮守了一世，这是生生世世注定的缘分。难道爱真的是命中注定的吗？以往在山境，总是一大伙妖精聚在一起，大家谈天说地，打打闹闹，好不快活。可与唐周相处却不一样，有时很开心，有时心里不知怎么，却会难受苦涩。唉。有劳。无妨，我愿意一直为公子掌灯照亮。这是我亲手做的，你吃了之后便会少受些先例外泄之苦。我早已经习惯了，不劳圣德姑娘多费心。我一定会治好你的病痛。做都做了，尝一个吧。不必了。颜淡呢？他知道了月见膏的方子，去龙宫外的峡谷采药了。或许是想亲手做给于公子尝尝。宫外峡谷漆黑一片，很是危险。我现在去找他。这糕点，我回来再用吧。为何现在亦是如此？只要有他在，哪怕我倾尽全力，你也不曾多看我一眼。圣德，你刚刚去干嘛了？晚上的时候都没有见到你。这龙宫太大，散步一时迷了路。对了，军队彻夜操练，明日便要开战了，你们可有对策了吗？你有没有听过一个折子戏，叫做《荆轲刺秦》啊？颜淡，事关军机，切莫胡闹。哎，我没胡闹啊，这是古往今来的第一妙计啊！这样，我演樊无期，你演荆轲，凭借咱俩的智慧，一定能把那敖轩打得稀巴烂。昔年荆轲借献樊无期人头行刺秦王，若非荆轲一时慌乱3次而不中，历史怕是早已改写。莫不是颜淡妹妹想要效仿？正是。敖轩要招演献上于公子的人头以表诚意。我知道腰有缩身术，索取身子放入河中并不难，但似乎并没有变脸易容之术，这可如何假扮呢？这就简单了。于墨呢，只需要扮成龙宫侍卫的样子，把面具一戴，谁认识他？而我扮成于墨，只需要多多的头发，让头发遮住脸。哼，等敖轩到手打开箱子，我就喷他一脸石灰。我厉害吧？是啊，真厉害。不要用这副敷衍的眼神看着我，好不好？哎呀，于墨，拜托了，我们离开山境这么久了，好久都没有拍过戏了，你就让我试一次吧，好不好？而且你只需要负责递装人头的那个箱子就可以了。我敢保证，这8成这箱子还没有打开之前，你就已经一剑把他毙命。你就到时候把我随便往地下一放就可以了。好，我就按照你说的做，随便把你扔在地上，摔破相了我也不用管。
反正这个世间绝无第二颗眼壁丹。对我来说，容貌并不是最重要的，重要的是智慧，懂吗？确实。于公子与颜淡妹妹的感情真好，于公子担心颜淡，不忍将她拉入危险之中。我亦是感同身受，只可惜，那人不会如颜淡妹妹这般领情。情情爱爱的我就不太懂了，我就觉得眼下最重要的还是救人。于公子，我知道你对我心有芥蒂，可是我仍想恳求你，婚宴之战，能否别将唐公子拉入战局？他与我有救命之恩，我不忍看他冒着历难失败的风险陷入险境。我愿意带他前去，赴汤蹈火，以成全他的相助之心。雨墨，龙王好像也说过，不想让唐州牵扯到此事。要不这样吧，这次就别带他玩了。等我们戏演完以后，就跟他分享胜利的果实，也算是便宜他了。你觉得呢？你回来了，怎么样？三海君主以我为主帅，打算大婚之际，西海跟北海均答应我出战。我认为得胜十有八九，所以你们三个在此地等我便好。不是不相信你的能力，还是小心谨慎。哎呀，好了，唠唠叨叨，唠唠叨叨，唠唠叨叨的，当英雄当习惯了，我们都保你肯定没事了。你明天就当英雄背后的女厨娘，烧几个好菜，等着给于墨庆功好了。你才是美厨娘呢。战场多变，有什么危险的话，立马通知我。放心吧。纵然你此生仍不会爱我，只要你吃了邯郸之心，平安康健，我守着你过完此生也是好的。起义军约8万人，沿北海攻入。颜淡、于墨欲效仿荆轲刺秦，以颜淡头颅装入木箱，假作于墨已死，趁你松懈之机行以刺杀。于墨，尚德，你们快进来帮我一下！啊！有人吗？进来帮我呀！别叫了！东海父子，残暴不忍久矣。本王顾念东海旧义，苦苦忍耐。然而敖轩竟私自带兵闯入我南海龙宫，斩我将士，夺我女儿，斩我一臂。仁慈之心，竟使得四海鸡眼生祸。本王再无可忍耐，信天不亡我南海，救其遗孤，重现于世。大婚喜宴，击杀敖轩，三海联合起义军攻入东海，重塑四海龙尊之位。按照往日惯例，入宴人数不得过千，所以招衍殿下精选尔等精兵强将，随我共同前往，以制香为号，控制殿内。若能顺利击杀敖轩，此战不战已胜。日后四海安危，今日竟交付于诸位之手。是战敖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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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战敖轩。
禀告殿下，南海送亲队已到。殿下，殿内所有将士已准备就绪。去将本王的王妃请来。婚宴少了点趣味，赶在行礼前看出好戏。昭兰公主，南海龙王亲来庆贺，殿下请您移步正殿。难道父王真的杀了云墨哥哥？昭兰公主，若是婚服繁琐不便，奴婢可进来伺候。殿下这……贼子于墨，人头在此，请殿下过目。望殿下怒火稍减，与小女永结同心，恩爱不移。呈上来吧。于墨，放下武器，束手就擒，否则我就立刻毁了此香。这箱子里的东西，你若喜欢，便拿去吧。把人带上来！你也太纵着他了吧！刀剑无眼，若是有什么意外的话，他哪里是敖轩的对手？这计策风险如此之大，你们居然还瞒着我！哎呀，你又不是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性格，你若不依他，说不定突然之间溜到婚宴现场，搞出什么自由发挥，那不是更危险？无论如何，这人头放在木箱里不行。好吧，好吧，荆轲刺秦不演也行，那就换一出，狸猫换太子如何？昭兰公主，我是云梦的朋友颜淡，快把衣服脱了。昭兰呢？把昭兰给我交出来，不然我现在就杀了你！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！公主已经让人送回南海了，她如今已经是我们野兰山山主夫人了。颜淡小心！
处！敖轩，你暴力自摧，欺压四海百姓，我本不愿伤你。你若让出王位，我绝不会杀你，也会善待你的手下。敖轩，收手吧。昔日不过是我池中陪衬的臭鱼烂虾，今朝竟敢觊觎尊位，游说三海谋逆，要我认输？你做梦！圣德。是他们临时改变了计划，我并不知情。余墨竟有清离帝君应渊帮忙，你为何从未提及？我只是一个普通术士，什么帝君，我不知道。你当我是傻子不成？那日你一走，我就派人调查了你的底细。你是妙法阁前任掌事银灯，你最好祈祷自己对他们而言足够重要，我便以你为人质换回招揽，否则我便让你见识到愚弄本王是什么代价。你要做什么？帝尊，天界曾通报应渊帝君罹难失败而亡，可本王发现他有意假死，在此隐姓埋名。你休想！天界不能有情，您犯了情戒而被贬下凡，如今到了凡间还如此多情，好，本王就成全你。我上世欺凌时，便为帝君照明驱暗，相守万年。我自当忠心于他，护他周全。在天界如是，在凡间更是如此。帝君罹难生变，定是天界有人故意强害。帝君还活着的消息，绝对不能透露。圣德，圣德，你还好吗？你在哪儿啊，圣德？圣德，圣德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敖轩，他想用我换回招揽，我百般不肯，他便要杀我。抵挡之前，我想到唐公子刚消了他的逆鳞，我就趁他不备，流碎魂功杀了他。没事没事，他死有余辜，别自责了。四海龙尊的位置本就属于你，你本是先祖，现在落山为妖，就无不甘吗？
我堂堂正正为妖的这些年，是我自出生以来最快乐的一段日子。若能一生如此，让我付出任何代价，我都心甘情愿。昭彦殿下，我之所以会答应你领军出征，一是因为你女儿的救命之恩，二是因为为人子应尽的孝道。现如今，我爹娘的冤屈已经路人皆知了，我便已心满意足。至于我的存在，只要在我在意的人心里，便已足够了。这戒指与敖轩有何关系？是白龙族的家传灵兽，这无影兽有传音报信之能，敖轩与其父各有一只。这只属于老龙尊敖齐。只需将九岐一族逼入山谷，修罗族自会将其歼灭。九岐全军覆没，你白龙族便理所应当成为水族之尊。东海执掌四海以来的所有阴谋、暴政，以及这次事变的经过，我都会一一上呈帝尊。有了这无影兽，铁证如山，九岐灭族真相便可水落石出。仙神两界已尽在我们掌控之中，那日到来之前，务必护卫好北冥仙君、冀都星君、火德元帅，尤其是四大帝君的平安，不可使之丧命于魔族人之手。这几人之死与我们大有助益，事关万年来筹谋的大计，不可有失。这段对话为同一人所说，殿下可知此人是何人？以此人的口吻，应该是天界之人。这无影兽，旧日敖齐也常常放飞天界。看来，前任龙尊背后有人指点布局。自创世之战，直至仙魔之战，都在那人计划之中。难道三帝君与北冥仙君、冀都星君之死，是此人所为？师父他不是战死，而是被害死的。他和我爹娘一样，就这般不明不白的死了。雨墨仙知，北冥仙君，如果不是因为他的话，我早已经死于万年前那场阴谋之中。此仇不报，我又怎配活着？只是现在尚不知真凶到底是谁。若将九岐灭族真相上报，恐怕会打草惊蛇，势必会牵连到你们。所以此物绝不可交。贤侄不用追了。无影兽有寻主之习，若救主丧命，便会追本溯源，寻到上一次与他传音之人。贤侄若想找到此人，唯有将其放飞，只是无影兽不留痕迹。若找不着真凶，这证据可就没了。但凡他还活着，无论他在九重天，还是叶忘川，我都会把他抓到。只有亲手杀了他，方可解我心头之恨。你与唐公子情谊深厚，他也是身经此两战的幸存之将。有朝一日归位回天，定会助你查明真相，手刃真凶的。正如无影兽所说，昔年唐公子险遭此人杀害，此番他下凡历难，毕竟困难重重，我担心他会有危险。二位公子相助我南海渡此劫难，我无以为报。南海有件宝物，可以为唐公子分忧一二。啊！
这圣德大战之前行踪诡秘，而后那无影兽戒指也十分的可疑。他如果心机深大，与敖轩串通，那么王宫里的偶遇搭救，恐怕就是他有意设计的。不仅如此，裴洛因为贪念与将臣的感情变淡，也不至于痛下杀手啊。而且裴洛他是一个凡人，可以练成如此超群的功力，我觉得会不会跟圣德有关？那你还给他熬汤煎药？我只是怀疑，没有实证。不过，就算他有万千狡饰，有一点我肯定没有观察错，那就是他对你的情感。不然怎么可能放下王权富贵，而且有意让你避开战局呢？哦，那你的意思是？没错，这碗药你给他送去，顺便略施美男计，套点话出来呗。演戏可是你的擅长，这事儿就交给你了。哎，不是，演戏有什么不会的？送体贴，送温暖嘛。顺便还可以验证一下，她是不是你梦中的那个女子啊？你干嘛？干嘛？是这么验证吗？那不如你教教我演戏啊？啊！你有病啊！哎，开个玩笑嘛。于墨拿到了那戒指，必然对我疑心更深。没有了敖轩，那我就自己动手。圣德姑娘，严淡姑娘给你调配了安神汤，我放你门口了。唐公子，我身子甚是不适，不知是否中撞了经脉，能否麻烦你进来帮我瞧一瞧？公子，可否坐得再近一些？男女有别，把手腕伸出来即可。公子，圣德姑娘，请自重。这要是被旁人看见的话，会坏了你的清誉。赶紧放手。这深海龙宫极是潮热，我被这水汽浸染，体内极寒，痛苦不已。圣德姑娘，请放手。圣德真的好冷，求公子给圣德暖暖。凌霄派向来救助众生，我亦是众生之一。难道唐公子要见死不救吗？你真的要我救你吗？这是什么？你不是要我救你吗？这便是救你之法。我说了对你无益，你非要痴缠不休，甚至自轻自贱，这是忘痴咒，
这7日你脸上会长出很多黑斑，愿你对镜悔过，莫再纠缠。公子，我心悦你，满心都是愿你安好，难道这也有错吗？我为了救你，10年功力注入月剑膏，而你甚至连碰都没有碰一下。为了不让敖轩向天界告罪于你，我险些被他杀死。你说关心我，却将于墨颜淡置于险境，这就是错。敖轩之死有诸多的疑点，你想借此事来伤害他们2人，这便是错上加错。我希望你没有那么做，要不然一开始救你，便也是错。我若是错果，那你便是错因。你知道我埋首肮脏不堪，可这一切都是为了你。你嫌疑破损，若不尽快找回其他神器，1年之内必然仙力爆体，魂飞魄散。这世间唯有一人知道医治之法，那便是我。亦唯有一人可以以命为药，那便是颜淡。你对他做了什么？我尚未伤他分毫，你便以剑相向。你若伤了他，这把剑必定会洞穿你的心脏。你看得比生命更贵重的苍生、3界，也可以全部舍弃吗？天界苦修数万年，度众生于水火，如今你为了一个莲花经，便统统置之脑后。我告诉你，3界因你而生，今日你若不杀了颜淡，来日魂飞魄散，3界亦会因你受难。你休要在我面前胡说，我也不是为了颜淡。你口口声声身负大义，不近女色，不过就是在自欺欺人罢了。你心中已经有了颜淡，是不是？是与不是，都与你无关。邪魔歪道，才会以命为药。你休要再骗我。若是你敢在于墨和颜淡面前胡说八道的话，我绝不饶你。我会如约送你回师门。你最好不要骗我。若回师门之后发现你言行不一，我这把剑除了杀妖之外，也能杀尽恶人。你要杀我？若你该死的话，我不会放过你。尊家，尊家，殿下，尊家救我南海于水火，此恩无以为报。南海物理平法，没什么拿得出手的妙策法器。此珠灿若星辰，乃我南海至宝，望尊家笑纳。此事多亏了于墨筹谋，才击败了敖轩。唐州不敢居功。此物如此贵重，还请殿下收回。殿下，唐某确实有事想请教一下。啊，尊家请讲，老夫必当知无不言。殿下，想当年，在天界为仙之时，我可曾辜负过什么人？唉，尊家乃慈心天下之人，且向来规行矩步，所行所为，只有恩慈帮扶，怎会负于人呢？若是无关苍生呢？从我记事起，
梦中总会见到一个女子的背影。她伤心欲绝地跳下了桥，而每次当我醒来之时，我便心痛不止，满怀愧疚。或许，这是从前的记忆。尊家身份尊贵，老夫虽有幸得见，但毕竟相距甚远，所知不多。不过，尊家若想知道那女子是谁，此珠可以帮到你。此珠名为幻意珠，有牵引思绪之功，若研磨服下，便可知前生过往。尊家与我南海有大恩，老夫无以为报。想着尊家若恢复记忆，便能早日收回神器，归位回天，此乃三界之幸。昭兰公主，叫我姐姐就好。你今天怎么没有去练习功法，一个人躲在这儿闷闷不乐的？今日学的是修炼功法的课，我修炼极差，被同伴们耻笑。他们说四海之间就要打仗了，若不会功法，日后东海可能就要没了。昭兰姐姐，东海真的会生灵涂炭吗？姐姐向你保证，三海不会攻打东海。从今往后，四海不会再有战事。你的爹娘不会像往日那般背负沉重的赋税，兄弟姐妹无需为奴为婢。东海会越来越好。我还听说姐姐会成为新的四海龙尊，是吗？你说的没错。云墨哥哥，你昭兰姐姐一定会成为一个仁慈、博爱的龙尊，我保证。嗯。尊位空悬，慰问四海民心，父王他们都希望我来继承此位。可是，我从未学过为君之道，功法和修为也不算卓绝。所以我非常担心。你无需担心。为君者，不需法力高超，那是将才之道；亦不需精通谋略，那是谋士之责。你身上有一个最好的品质，就是善良慈爱，这是作为君主最需要的品质。可是我觉得，你比我更适合。你错了，有一点，我远不如你。在我的心中，耶兰山永远是我最重要的位置，而你却把四海当作你的家，把水族当作你自己的子民。那些士兵都非常感谢你的搭救之恩，他们对你是赤胆忠心，就像刚刚那小孩说的一样，他们都信你，只有你才能做得好这个位置。云墨哥哥，谢谢你。你无需谢我，你救我那么多次，我应当谢谢你。你对我之恩，谢意将永存心中。我才知道这逆鳞的意义。此物我不可收。这送出去的东西，怎会有收回的道理？除非你答应我一件事。登位之日，我希望你为我加冕。
我只不过是野兰山的一个妖怪头子罢了，有什么资格为四海龙尊加冕？你有，因为你是昭兰最要好的朋友。我答应你。殿下可比那日心不甘情不愿的新娘妆美丽多了。颜淡，待你穿上嫁衣嫁给于墨哥哥时，一定更为光彩照人。到时候一定要请我去观礼啊！不是，误会了。我虽然名义上是于墨的姬妾，但是我们私下约定好了，我就是他忠心耿耿的跟班。他真正喜欢的另有其人，不过不能如愿而已。你千万别误会。他未将真心告诉你，只是因为太看重你了，生怕把你给吓跑了。世间疾苦是痴情，他这般受苦，无非是想让你永远无忧无虑，快活自在。你在说什么呀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咱俩说的是一个于墨吗？就他平时那样，还苦情还委屈啊！殿下，吉时已到。颜淡恭贺四海龙尊。敖宣不忍，四海废之，此乃民心所向。然一日万机不可久旷。青龙族第48代嫡女昭兰，系出高红，养于天宫，师承正统，秉性端慈，堪负重托。已谨始于城瑶，寻武圣之业，身体无异。今册为四海之主，继任龙尊，布告天下，贤使闻之，钦此。昭兰必夙夜精精，小心谨慎。只愿海宇生平，不坠红叶。
如今四海太平，你成为一方之主，我们也要马上启程离开了。日后若能相见，仍以挚友相称。愿你在以后的日子，早日找到视你若珍宝之人。但你们一切都如常所愿，一定记得来东海做客。当然要来，我也要一起来。赵兰，你们东海百姓可爱吃瓜？我这儿有很多鲜瓜种子，品种齐全，任君选择。你见到严旦了吗？他还好吗？他很好，他现在和于墨在一起，忘却了前尘往事，比从前更快乐自由。他要做3届画本第1大家的梦想，如今也一应贯之，拿着册子在凡间游历，收集素材。这正合了他当年想要下界游玩的心愿，挺好的。你这般牵挂他，何不下界亲自看看他，好让自己安心呢？纵然他忘了前尘往事，可过去的种种，我一刻都未曾忘记。我没有脸再面对他，我是他姐姐，却没有保护好他。当年没做到的，如今也没有机会再做了。都过去了。除了那些过往痴缠的胡言乱语之外，在盛德的口中，并没套出其他的线索吗？李晨开启的法诀，他必然知晓，否则安都王怎么会带一个普通的浮尘进入宫中，而且视若珍宝一般的对待？哎，那接下来我们还要送他回他的师门吗？我与严旦已经商量过了，若此人真是毒蛇的话，不如且行且看。一来可以探探他的真实目的，二来打探出李晨使用之法。若就此撇下他，万一他起了什么坏心，我们更是防不胜防。说的没错，只有千日做贼，哪有千日防贼的道理？反正离他口中的贺心门也不远了。接下来我们就且行且看，看看他到底打的什么样的如意算盘，马上揭晓。我们先走吧。过了这个林子，便是我之前修炼术法的贺心门了。这几日相处，因为这样那样的误会，让2位公子对我心生芥蒂。等到了师门，我一定一一细说。毕竟，相识是缘，哪怕别后再无机会重逢，盛德也委实不希望诸位因此误解厌恶于我。神器有异动，难道前面这片森林便是神器曾经的藏身之处？正是，昔日我正是在此林中意外拾得此神器的。李晨与此地有感应，当属正常。此地树林甚密，地势甚广，既然盛德姑娘对此地熟门熟路，不如由你在前面带路，我与严旦殿后，这样以防野兽突袭嘛。这是自然。之前我日日来这儿砍柴挑水，无比熟悉。
圣德，你不是说贺心门在这片森林的西面吗？你为什么要带着我们朝北边走呢？若朝西直行，有一片沼泽，极为凶险，绕北避开会更安全一些。这树木的排列并非天然生成，而是被布成了一个9宫8卦阵。入阵心，则触发阵法。正东为生门，西南为休门，阵心便在。停步！圣德，这怎么回事？怎会如此？当年我就是在此处找到李晨的。愣着干嘛？砍柴啊！不砍够3日用量，你今日就别想回师门。这是魔族魂魄所化的八卦阵。对了，小寒精，愣着干嘛？赶紧干活啊！气旋6腑，然会双万。圣德，你这使的什么妖法？去！正北为开门，从北走。一步，林娜。多谢。圣德，你果然有问题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当然是要取你的命，剖你的心了。所以你跟我们同行的目的便是要杀我？那绛臣跟裴洛呢？他们2个人离心，也是你一手所致的吗？是又如何？我借着裴洛的贪欲，一步步成为安都王最宠爱的侧妃。1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我本可快活一生，可偏偏命运让我遇见了你。可为什么你要出现，一次又一次地毁掉我的人生，夺走我所爱的一切？与颜淡又有何关系？你心爱之人，并非心悦于你，难道你要迁怒于他？你终于露出你的真正面目了。如此自私偏执，怎配得上爱？你懂爱吗？你懂什么？唐城，我所有的筹谋都是一心为你，然而你为了他这般践踏我的真心，今日我便要亲手杀了他，然后逼着你一口一口吃下他的心。你简直就是一个疯子，我宁死也不会让你如愿的。我会如愿的。不仅如此，我还要施法消除你在凡间的记忆，这样你便会彻底忘了他，与我厮守此生。这黑雾好生诡异，大家小心。昔年昭圣帝君以李晨将一批魔军封印至此，而我将手握9旗龙丹、李晨2大神器，称霸凡界。气旋6腑，然会双万。去！连贯黑雾。
你宁愿与他们一起死，也不愿活着和我在一起吗？杭州，张远殿下给你的珠子，你赶紧吃了，你吃了就会恢复记忆，所有的仙法都能够想起来了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的，要不然咱们都得死在这儿。杭州，李晨不是可以指封烟当巫邪吗？快用啊！小心！今日你非死不可！先修天机，后提玄苍。小寒精，快用小寒精！先修天机。不行，上古修炼之法与今日完全不同，死记硬背，难得精髓。快，倒转运功！圣德若能以小寒精御物，那么必也可靠李晨兼小寒精反御之。唐周，听我口诀，驱动内力，操纵李晨，上身微旋，气旋六腑，然会双腕。小寒精，怎么这么耳熟呢？怎么可能？你怎么会小寒精？先提玄苍，再修天机。破！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满心怨恨的要做这一切？你负了我一辈子，我要让你后悔终生。哎，你把话说清楚好不好？你刚才说了那么多什么意思？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杭州梦中的那个女子到底是谁？杭州之前又是谁？你肯定知道，说清楚嘛！我就是要让你困惑终生，这样你永远也忘不了我。